大家好，今天我们要谈谈如何把时间最大化利用这个超级重要的事儿。我这儿有几个非常有效的成功人士都推荐的时间管理技巧，如果认真实践应用，绝对可以让你的1小时顶过去的3小时。对于时间管理，首先就是我们需要有时间的意识，这事儿太关键了。我希望有条件的小伙伴们可以在纸上或者电子设备上记录你过去的24小时是怎么度过的。这个不必太精确啊，只是让你开始思考并关注时间。我一直在做时间日志，并对日志进行分析。我发现我过去1周的手机使用时间太长了，足足有30个小时。所以我决定将周使用时间缩短为20小时，也就是每天减少1.5个小时。这样一来，我每年可以多出500多个小时啊，相当于2个多月的工作日时间啊！是不是想想都惊掉下巴了？通过更好的意识到你如何利用时间，你可能会发现某些地方可以做调整。就像我决定减少手机使用时间一样，通过对时间的关注，比如记录时间日志，你便开始把时间当成一种转瞬即逝的资产，也会对它越来越敏感。其次，你需要做出选择，只有你自己能够做出选择，没有人能代替你。当然，有时候做出正确的选择是非常困难的。有句名言是这么说的：别人不喜欢的事情，成功人士也不喜欢做。尽管如此，成功人士还是去做了。我们要把时间花在那些能让我们离目标更近的事情上，别老干那些跟我们的目标理想不搭边，就图个一时开心一时爽的事儿。咱们做选择的时候都得想想，这个选择长期来看是好是坏，短期又有什么影响，然后再决定是做还是不做。我们的选择决定了我们的时间将花在哪里。美国作家斯坦女士有一句名言 ：A rose is a rose is a rose， 意思是无论你把这个东西叫做什么，它的本质是不会改变的。每个人的本质也是不同的，有的人在早上精力最充沛，而有的人到了晚上则两眼放光。对于一个人来说，每一个小时都是不一样的，所以呢，我们应该在精力最充沛的时候去从事那些最难搞的任务。但你状态不佳的时候呢，你就去干点简单的活儿就行了。简单来说，你必须把你的时间和你的精力匹配起来，这样可以极大的提高你的时间效率。另外，我们还需要有效的利用零碎时间。比如坐公共交通通勤的时候，我都会戴上耳机听有声书籍，既能学到知识又不无聊。还有排队等待的时间，咱别老是盯着手机了，可以进行正念冥想的锻炼。关于正念冥想方面的知识技巧，请去看我的相关视频。朋友们想想看，在你平常的1周内有哪些固定的碎片时间可以利用起来呢？想些办法把这些时间有效的利用起来吧。现在我们聊聊时间管理的大敌——拖延。拖延背后藏着一个强大的物理法则——惯性。惯性法则是这么说的：一个静止的物体将保持静止，除非受到外力的作用。就好比咱们人也一样啊，也倾向于待在原地不动，喜欢躺平。我跟你们说啊，曾经的我也是个重度拖延症患者，总是想着明天再说吧，状态好了再干，然后就没有然后了。直到有一天，我幡然醒悟，我伤害的只有我自己，没有人在意我的日子是怎么过的，除了我自己。我必须停止拖延。慢慢的，我对于惯性进行了反击，我开始自己推动自己前进。我对于浪费时间的后悔超过了拖延偷懒的冲动。我用了以下的一些行之有效的方法：在自己的电脑旁边贴一张纸条，上面用大字大大的写下自己的目标，这样只要我一抬头就可以看到目标，时刻提醒自己记住目标，不要松懈拖延。你也可以在自己的口袋里面放一张这样的纸条，或者在手机屏幕上显示出自己的目标。还有啊，在面对一个巨大的项目时，大多数人一开始就觉得太难了，太艰巨，干脆就不动手了。其实我们可以通过把那个项目分解成一个个小任务，就像把一个大蛋糕切成很多小块，一块一块的吃，就容易多了。这样任务就不那么望而生畏，我们也更容易开始，而不是去拖延了。顺便说一句，关于惯性，我们也可以利用它好的一面。
一旦物体脱离静止状态开始运动，它就会保持运动的状态。这意味着我们一旦启动起来开始前进，这时候我们就会成为惯性的受益者。但是这股让我们迫使自己迈出第一步的推动力从哪里而来呢？那就是意志力。而意志力是一种可以培养锻炼的能力。那么如何培养意志力，抵挡住干扰诱惑，来推动我们行动起来，不再拖延呢？下面有3点跟大家分享。第一点，你不是你的想法。有时候我们脑海中会冒出很多消极负面错误的念头，比如等到状态好的时候再开始啊，明天才是最好的开始时机啊，等到生日那天我就会变成另外一个人。这时候我们需要赶紧喊停，告诉自己这些想法并不是事实，我们只需对他们一笑了之，千万别当真哟。第二点，跟其他任何东西一样，思想也是有形的物体。拿破仑希尔在《思考致富》中首先提出了这一观点：当你把思想看成一个实实在在的物体时，你就可以控制它，就好比拖延等消极想法，咱就能像扫地一样，把它们从脑袋中给扫出去。第3点，你的大脑一次只能处理一个想法。当一个消极的想法，比如拖延，溜进了你的大脑时，你要学会转移注意力，用积极的想法来替代掉消极的想法。这样啊，你的大脑自然就会从消极的状态变得积极起来。举个例子，当没有想拖延的时候，脑袋中可能会想，压力太大了，缓缓等状态好的时候再做。这时候我们需要换一个想法，要是不去做这件事，压力只会越来越大，反正迟早都得做啊，那长痛不如短痛，赶紧完成它。做完之后就会觉得轻松多了，状态也会变得充实又满足。好了，下面我们谈谈时间管理的又一大利器——做计划。计划简单来说就是提前决定在某一时间内你要做的具体事情是什么。效率大师伯恩·崔西在他的著作《吃掉那只青蛙》里写道：我们每花1分钟制定计划，在行动中就能节省10分钟的时间。也就是只要每天拿出10分钟制定计划，就能节约出100分钟的时间。而且制定计划很简单，只需要1张纸和1支笔就够了。我个人习惯在前一天晚上做好第2天的计划，这招太重要，太有效果了。这让我第2天一整天都心里有数，知道什么时候该做什么。关于做计划，这里有个技巧分享，就是打包处理。比如你想去理发，理发后正好拍个证件照，你又想起来2天后干洗店的衣服要去取，而干洗店、照相馆和理发店又挨得很近，那么你可以等到2天后将理发、拍照和取衣服一起完成，在一次行动中完成了3件事，这就帮你节约了很多时间呀。作为计划的一部分，打包处理就是想办法将多件事情放在一起去完成，而不是单独的去完成每一件事情，这样能大大节省时间哟。此外，在做计划的时候，我们要考虑所做事项的优先级。时间管理大师埃伦·拉金建议，要对每一天要做的事情分级，比如 A、B、C 等。我们首先要处理 A 级项目，然后是 B 级，接着是 C 级。有时候只要完成了所有 A 级项目，这就算是充实成功的一天了。有些人整天忙得跟陀螺似的，结果完成的都是 C 级的小事儿，时间效率低得很啊。我每天都写下最重要的3件事，优先去处理，只有完成了这3件事，我才会去处理其他的事情。马克·吐温曾经说过，如果你早上必须做的第1件事是吃掉一只活的青蛙，那么你一整天都会感到轻松，因为一天中最糟糕的事情已经过去了。而如果必须吃掉2只青蛙，那么要先吃较大较丑的那只。啥意思呢？就是说，如果你面前有2项重要事务要完成，那么你要先从最困难最重要的任务开始，要立马开始且坚持直到完成，再去做其他的事。不过我们要避免计划过头，就像拿破仑所说，花时间去思考，但当行动的时机到来时，要停止思考，开始进攻。好了，今天我们聊了时间管理的几个方面，并介绍了几个行之有效的方法。首先，我们要有时间的意识，然后我们要做出正确的选择。此外，我们还要把时间和我们的精力相
匹配，并且有效地利用好闲散的时间。我也介绍了如何克服时间管理的大敌拖延症的几个方法。最后，我分享了时间管理的利器，做好计划。如果你能认真反复看完这个视频，并坚持执行上面的方法，我相信你的时间一定会被充分利用起来，而你的人生一定会上一个新的台阶。加油，朋友们！如果你觉得这个视频对你有帮助，请点赞、收藏、评论并订阅我的频道，记得打开小铃铛哟。我们下个视频再见。